今天想听淳玉老师聊一下不重逢。对我来说，创作的时长也是最短的吧，好像。对，因为我觉得这样的歌比较好写。我当时写这首歌是先写了一个，就是他那个间奏，就那个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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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写了这个。我觉得这个 solo 的旋律还蛮有意思的。然后我蛮喜欢这个旋律，然后所以我就把它延伸下了一个主歌，然后和一个副歌，这样。这个主歌就比较好写，因为我觉得它有一种叙事感，所以就写了一个有点像叙事的一样的一个方式来讲主歌。因为这个歌它其实我的间奏是用钢琴写的，但是我是写了这个间奏之后，我脑海里想的其实是一个，因为我想要那个叙事感，所以说我就用吉他来写，因为吉他其实更适合讲故事。就你知道，就是大家通常在写民谣什么的，就是会用吉他来写嘛。然后所以当时我就用吉他来写的这个歌曲，基本上就是一次性就过完了，就是也是写着，突然那个副歌就突然就出来了。对，我就坐在钢琴上，然后那手指就随便放在钢琴上弹。哇塞！就是我一只手在那里按，就一个指头在那里按，哎，我觉得这几个音符挺好听，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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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开始配和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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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开始配了。反正就那个就是突然就弹了就有了，就是那样的。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会根据这个间奏，然后我会脑海里面会有一个它的主歌和副歌该有的样子，尤其是主歌该有的样子，我会觉得，哎，它是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讲故事的感觉，所以那一刻我就会去选择用吉他来去写这个主歌，因为吉他它的这个节奏型其实一弹就会有那个讲故事的那个旋律线就会出来。对，副歌的时候我总觉得它应该是。因为前面是铺的时间太长了，然后又是和声一直在重复，所以说我觉得它副歌是要有情绪的，所以我就给了一个空拍，对，就是突然停下来，就是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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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gong， 我没有说告别，就是它是突然会有一个休止符，然后我觉得休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因为它会提高情绪，所以我就在这里做了一个4拍的休止。因为我副歌的话，这样的我的那个电吉他一进来，那个鼓一进来就很重的话，就会很有冲击力。对。然后当时写这个歌的时候，也是就在我的脑袋里面，然后我就去找郑楠了，然后找郑楠之后我们就开始弄编曲。但因为这种歌对我跟郑楠来说都非常简单，就是编曲什么的也都很简单。编着就觉得，哎。又是差一个 bridge， 然后就现写，然后但这个写的也非常快，就是好像就是一次就写完了啊，这个 bridge，我觉得这个歌没什么技术含量，我感觉啊，很难的歌有啊，斗牛、七重人格、虚幻与现实啊，上次不是聊过虚幻与现实吗？我觉得虚幻与现实就很难，从音乐创作上来讲的话，这种歌我觉得。在我眼里面，它不是谁都能写出来的。至少我觉得，以我对这个行业了解，我感觉应该90%人应该写不出来的。旋律写得快，旋律写的我觉得比较快。我觉得和声是比旋律要复杂的啊，因为和声是一个很难的东西。对，这就好像你听到一个伴奏，你听它重复完一遍之后，其实你能差不多跟着这个伴奏能唱出旋律来的。对，但是你能哼唱一段旋律，你无法去判断它的和弦的，对，因为我能给你配无数种和弦来配你这个旋律，但是我能决定你这段旋律的走向，就是我的和弦是能决定你的旋律的情绪的，我能让你哼的这段旋律快乐，也能让你哼的这段旋律是悲伤的，就是和弦是可以控制的，所以和声是个很重要的东西。和声是2个意思嘛，一个是那个和，就是你和我的和。还有一个和是那个和，就是那个合作的和，对，这2个和声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人声的一个和声嘛，另一种和声是叫做我们配的所谓的和弦，对，2个意思。作曲里面学的和声就是配合，指的和声指的是你的和弦，所以我说和声的世界是很美妙的，
就是和谐的世界。对，因为我是觉得这个歌它的那个情绪点会更有一种无奈的被迫接受，你知道，就是那种感觉啊，对，它不是那种欣然接受，是被迫接受。是啊，就是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最恐怖的事情，就是你没有选择权这件事情。能做选择的人都很幸福，所以我就说，长大这件事情其实是个被迫选择的事情，你只能去接受它。我曾经有试图去思考过如何才能够不成长。我就在想，因为其实我们正常人所理解的长大这个概念啊，是你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断的去接触到一些让你痛苦的事情。这个痛苦的事情可能是你自己给自己带来的，也可能是别人给你带来的。你在不断的去和这些痛苦的回忆去和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不断的，人生在不断试错嘛，所以它一定不是一个开心的长大的，啊，比如说，如果你听到有个人说啊，你感觉你成长了很多，那一定是这个词其实并不是一个会让你开心的词，对。因为其实变相来说，就是你这些年经历了很多。经历这个词本身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词，它意味着你其实经历了你经历不可能你经历了很多快乐的事情，不是的。所谓的经历不就变相经历等于痛苦吗？经历痛苦吗？经历了挫折，没有人说经历快乐嘛，对吧？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很被迫的一个东西。所以它一定是有一个情绪点在里面，然后所以这个歌里面就是前面有一种在讲故事，但是中间它一定是副歌的时候，它是有一种被迫接受的状态啊。但这个其实和我几年前写的那个《好想我回来》其实表达的有区别，但是大概的意思是差不多。它歌名就是《好想我回来》啊。因为其实他是想的是好想曾经的那个自己回来，但那个时候的我其实处于一个没那么接纳的状态，就是会更喜欢以前的自己，喜欢以前的自己，那就希望以前的自己能够回来，还是不太想接受现在的状态，对，所以就会非常的纠结，现代词来讲就很拧巴，对，矛盾，因为他那个好想我回来那个副歌不是讲曾经我悲观无奈遗憾不堪难堪疲倦辗转难安，就是他是两个字，然后他就是总在讲各种一个词语一个状态，一个词语一个状态，就是非常的矛盾，一半混乱一半简单，就是不断的再去逻辑自洽自己的成长，但是又自洽不了，对，因为还是那句话，就是他不甘嘛，不甘就是不想成长，不想接受。然后谁都会回忆以前的自己，但其实可能以前的自己也一团糟。但是你在成长过程当中，你总觉得以前的那个时候的自己是，比现在可能还好一点。学会给回忆套上一层美好的滤镜。对，只给自己的回忆套上美好的滤镜，给跟别人之间的回忆总是套上那些痛苦的回忆，痛苦的滤镜。这是大部分的一个常态。哦，对，我刚才说我还曾经试图的去想过如何解决这个长大这个事情。我在想，如果不接触人会不会好一点？因为你知道，就是通常能让你抑郁的事情，不可能是一个物品，一定是人。你不会因为一个物品而抑郁嘛？比如说你在一个橱窗里看到一个东西，你买不到它，你不会因为买不到这个东西而抑郁吧？对不对？所有的最能刺痛你的伤害，一定是人给你的伤害，不管是自己还是他人，对不对？都是人，对。所以你要和解，最好的和解方式还是跟自己自洽，解决到自己比解决到什么都好。所以我就说，我当时还在想，会不会如果我不接触人，就是完全脱离人群的话，会不会就能够停止成长？但后来我发现这也不可能，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我无法做到人无法做到让自己静止状态。对，因为我的大脑在思考，对。他同样也是在成长，所以我发现成长这是一个必然过程，也就必然是无人生还，所有人都必须经历这个。我现在状态不满意，
因为我之前有说过，就是我其实给自己重新建立了一套新的三观，因为我把我的世界观都改变了嘛。因为我发现我以前的世界观和我现在的世界观是不同的，并且区别很大，两个走向。然后当我改了世界观之后，我的世界观发生改变之后，也就意味着我的人生观和我的价值观全都发生改变了。但问题在于，就是我这一套理论已经得到了一个逻辑闭环，但是呢，我还没有跨出第一步，这就是意味着我无法做到知行合一。那我必然就会是我的现阶段一定是处在一个痛苦状态，就是我无法去真正的放下所谓的凡尘世间的这些所有的给我带来的这些枷锁。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有一种想明白了一个我自己内心世界的真理，但是我目前还没有办法做到，没有办法实际运用到一个现实。对，甚至是我觉得我这一套理论已经是闭环了。我不是说我的三观是发生了变化吗？我会知道我之前的那个三观是没有逻辑闭环的，但是我现在这一套是逻辑闭环了。可是我的生活方式却是还是在我之前的一套生活方式里面。我的生活上其实没有，我除了我的思想上发生变化了，但是我的行动能力还没有跟上。就是我还是那句话，知道做不到等于不知道嘛。也就是说，我现在已经知道了，但是我还做不到，这会让我觉得我会有点痛苦，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这样的人。我喜欢想什么我就直接做了，但是这个事情会让我要下一个很大的一个决心。对，但是我是在不断的去让自己的逻辑再更加的自洽，所以我现在在不断的分享。我很希望，就是哪怕我分享出来，其实我很希望大家来去和我一起讨论，因为虽然我在我自己世界里面是有一套所谓的闭环理论，但这套理论呢，我并不认为我是正确的，我也不认为我要去影响任何一个人。但是我很想跟人讨论，原因是因为我没有跨出第一步，我还生活在我的上一套三观世界里面的话，我才会去讨论。但一旦我跨出第一步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再讨论了，因为我要去知行合一了，就意味着我不会再去跟任何人讨论了，也不会分享了。我觉得它是个必然阶段，因为如果我不体验，我永远不会知道我会不会再发生变化。对，所以我觉得我必须得去跨出一步去体验它，我才知道它会不会变。就像你不做实验，你永远不知道实验的结果是什么。担心的话就什么都做不了了。对啊，是未知嘛。对啊，那我在做所有的事情都是不知道结果的啊，包括日出演唱会也是一样啊，对不对？我不去做它，我永远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是的。啊，我要担心结果的话，我就不会去做了。哦，对，是的。超出认知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觉得人类是自大的，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类会自然而然的、习惯性的把所有东西为自己所用，然后来去给予定义和价值，然后所有未知，所以人类只去喜欢自己已知的东西，而所有未知的东西都对人来说是恐惧的，恐惧的我就排斥，我就一定要排斥它，我要排斥所有未知，但这是没办法，这就是一个叫什么通病，对。但是这个无法改变，欲望是原罪，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不用说，不用聊，可以碰一杯喝杯酒还可以，是吧？人才啊，写这个是人才啊，挺好歌。有人能把它唱下来吗？